有谁发现杨紫很厉害吗？如果是男明星，他早就成神了。杨紫这个名字在中国娱乐圈是家喻户晓的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颜值和演技，还因为她饰演的角色总是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，但却很少有人公正地评价她。难道没有人发现杨紫很厉害吗？如果是男明星，早就成神了。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，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位优秀女演员和性别平等问题。杨紫的演技一直备受争议，但她在每部作品中都表现出色。然而，与男演员不同的是，她的每个角色都伴随着一定的争议和批评。这种双重标准在娱乐圈并不罕见，但需要重新思考。为什么女演员的成功似乎总是伴随着更多的质疑？当一部剧火了，总会有人声称是男主角或女演员。这一现象或许反映了社会对娱乐行业男女期望的差异。男演员通常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荣誉，而女演员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认可。这种不公平待遇不仅存在于中国娱乐圈，也是全世界的通病。回想起来，有些男演员因为一部作品而一夜成名，常常被封为男神。然而，女演员即使表现同样出色，也不容易得到这样的机会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观众和媒体之间的性别偏见，以及对女性演员抱有更高期望的挑战。杨紫的例子说明，她不仅需要在演戏上下功夫，还需要应对来自社会各层面的压力和质疑。另一个问题是，娱乐圈中的女演员更容易受到恶意攻击，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演技，还因为她们的外表、个人生活和社交媒体活动。这种网络暴力给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，而男演员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相对较小。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对于整个娱乐业来说是一个负面因素，阻碍了女演员的职业成长和自我表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杨紫似乎并没有被负面声音所左右，而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演艺事业。她强调演员需要专业并尊重他们的工作。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，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演员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。演员的成功应该取决于他们的表演，而不是他们的性别或外表。同时，杨紫也是一位努力教授演技的老师。她不仅关心自己的演艺事业，还积极帮助新人。然而，即使一路走来，她也受到了负面批评。这说明了社会上一些人对女演员的不公平态度，即使他们表现出积极的行为和影响。综上所述，杨紫事件引发了对中国大陆娱乐圈性别平等和双重标准的深刻思考。她是一位出色的女演员，但她却一直面临着社会、媒体和观众的不公平对待。这不仅是个体问题，也是社会普遍问题，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改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扭转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双重标准。在娱乐和其他领域，我们应该将每个人视为独立的个体，而不是根据性别来评判他们的表现。男女演员应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机会和待遇，不应受到不公平的偏见和期望。其次，我们对演员的评价要更加专业、客观。演技、表演和专业度应该是评价演员的关键因素，不应受到性别、外貌或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。还应鼓励媒体、粉丝和观众尊重演员的专业工作，不要陷入对个人生活和外表的不必要批评。此外，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，打击网络暴力和恶意攻击。这种行为不仅损害演员的心理健康，也阻碍他们的事业。我们应该营造一个友好的网络环境，鼓励积极讨论和相互尊重。最重要的是，性别平等和公平待遇是一项长期事业，需要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与合作。只有当我们共同努力消除性别歧视和双重标准时，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无论性别如何。杨紫一路欺骗的一生，隐藏着看不见的辛酸。杨紫凭借《长相思》再次名声大噪，因为她的演技，我成为了这部剧的粉丝之一。从年轻的明星到大明星，能扛剧、保证收视率的女演员少之又少。看看国内的娱乐圈，杨紫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些人在剧中红，但不红，而且不仅她会变得更加出名，与她合作的演员也会变得更加出名。她的一生几乎没有绯闻，绯闻也很少。
她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、认真经营事业的女孩。杨紫被大家所熟知，我们还是要从《家有儿女》说起。她1992年出生于北京，父母认为她有表演天赋，在这方面精心培养她。杨紫7岁就参加了《如此出山》的拍摄。这部剧虽然没有大火，但却让她积累了很多经验，同时也让她对拍戏更加感兴趣了。她决心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。后来，她接触了《家有儿女》剧组。这部情景喜剧当时风靡全国，大家都记住了活泼可爱的夏雪，杨紫也因此名声大江南北。年少成名的杨紫，走到哪里都会被称为小明星。带着这样的光环，我度过了一个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童年。这世上万事皆有利有弊，福祸相依。演员的起点越高，观众对他的期待就越高。要想一帆风顺，前面的路就会更加艰难。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母亲的宋丹丹直言杨紫不够漂亮，小时候还好，因为沉迷于演戏。等她长大了，她绝对不能再做这份工作了。杨紫当时正处于青春期，体型和外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所以不太上镜。在接戏时，很多导演听说她饰演夏雪这个角色，会给她试镜很多角色的机会，但见到她本人，很少能达成合作。那段时间，她多次失败，甚至连她自己都开始动摇，是否应该换个方向去尝试。幸运的是，家人给予了她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，她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杨紫心里明白，如果自己就这样放弃，不坚持自己的梦想，等老了回想起自己未实现的梦想时，她一定会后悔的。从此，她就暗自努力，不断寻找表现和努力学习的机会。几年后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，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演技。随着杨紫长大，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要想在娱乐圈站稳脚跟，就必须有新的代表作。毕竟，继续做收夏雪的红利并不是长久之计。终于，在大学期间，她遇到了一个好剧本。她与蒋雯丽等实力派演员一起在《幸福来敲门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她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成功塑造了这个角色，但人气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后来尝试了一些小角色，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兴奋。2013年，她在《战长沙》中饰演胡香香，与霍建华搭档主演。她从青涩稚嫩到失去亲人后，成为一名贤妻良母。在考验她演技的长镜头下，她的哭戏如此激烈，让观众不禁为她悲痛。这时，很多人都意识到，那个和弟弟打架、吵架的小雪已经长大了。后来，《欢乐颂》剧组找到她的时候，她就不敢选角色了。当时她就觉得，只要有机会演戏，她就会很幸运。她尽职尽责，再一次履行了自己的职责。当她参加《云上传奇》的时候，很多人评价她不够漂亮，搭不起陆雪琪的绝世美人设定。一路走来，杨紫有过很多怀疑、否认，也有过太多的等待和彷徨。幸运的是，她从未放弃。在演艺道路上，无论接到什么样的角色，她都会努力共情，用灵魂讲述角色的人生故事。转型之路异常艰难，但好在她从未改变初心。我不断前行，终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。杨紫的努力让她成为了无可替代的大青妹，在国内娱乐圈，她得到了更多的鲜花和掌声。《天机白蛇传》这部剧并不火，但杨紫的哭戏却让她名声大噪。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播出后，她一度成为古装偶像剧女王。她古灵精怪的外表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。出演了一部又一部好看又热议的电视剧后，杨紫成为了高收视率的保证。亲爱的，热爱的这部剧不仅让杨紫出名了，也让李现出名了，人气一直居高不下，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。与肖战一起拍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，青春励志，给人一种朝气蓬勃、暖心的力量。上海爱情中饰演的小瑶坚强而睿智，她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过着透明的生活，让人心疼。虽然已经出名了，但戏外的杨紫依然保持着非常谦虚的态度。面对公众，我并没有因为这些光环而迷失自我。作为演员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拍好戏。真正的成功是观众记住你的角色。杨紫从小就给自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，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。
他的演艺事业看似顺利，但实际上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独自面对了很多挑战。为了实现梦想，集中精力学习，认真对待每一个实践机会。在努力的路上，无论什么声音，都要虚心接受。那些质疑和否定让他不断地审视和反思自己，纠正自己的问题，变得更加坚强。人要想成功，就必须经历很多痛苦、心酸和无奈。想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，就得丢掉玻璃心。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。如果你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，相信你可以不断提升自己，运用更强大的专业技能，自然会为你迎来更好的生活。它是金子，永远不会被埋葬。只要你努力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结果。02呼唤电视剧节，肖战作品上榜。肖战呼唤中国北京电视剧节。2023年，青年演员肖战凭借出色的演技和颜值，再次在影视界崭露头角。主演了《梦中的大海》《玉骨阳光》《与我同在》等3部影视剧，先后播出。他们不仅在收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而且在口碑方面也收获了口碑，广受认可。肖战塑造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，让观众感受到他真挚的情感和对角色的精心演绎。其中，肖战的作品《梦中的大海》也在中国北京电视剧节上榜，吸引了不少关注。在这股时代浪潮中，肖战和很多年轻演员一样，经历了不断成长和磨练的过程。《梦中的大海》中的肖春生一角，是他演艺生涯的又一次成功挑战。肖战通过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，将肖春生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感受到了那个纯真年代的热血青春。这种对角色真挚的情感和对事业的热爱，不仅让肖战在年轻演员中脱颖而出，也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广泛共鸣和启发。在中国电视剧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，肖战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之一，也将继续为中国电视剧产业做出贡献。他的演技和颜值不仅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，而且在年轻观众中拥有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。相信有他的参与，中国电视剧行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。在这个艺术创作耀眼的时代，肖战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他不仅是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，更是整个中国电视剧行业的骄傲。在这激昂的时代精神中，肖战带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观众的尊重不断前行。他的每一次出色表演都给观众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感动，这也是他对电视剧行业的真挚热爱和无私奉献。当我们回顾这部剧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它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剧，讲述了一群在大院里长大的年轻人，在经历了青葱岁月后，又经历了各自奋斗的故事。这些故事充满了描述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描写，以及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变迁的呈现。肖战饰演的肖春生已经成为这个大院的传奇人物，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勇敢前行。在这个变革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。正如肖战所说，人生广阔，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页。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在这个时代留下独特的印记。肖战正是通过自己的演艺生涯，将这些故事和经历呈现给观众，让观众感受到这个时代的魅力和力量。在即将到来的2023中国北京电视剧盛典上，我们期待肖战再次展现他的才华和魅力。作为新生代演员的代表之一，他将与其他优秀演员一起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故事。这些故事不仅是关于青春和成长，更是关于整个时代的变迁和人类精神的追求。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电视剧盛宴的到来吧。